行提醒，不出5年，这4种东西可能成为最贵消费品。哪4种东西？小郑是个房产中介，入行10多年，他搭上了房地产最火的班车，在前面几年赚到了人生的第1套房和第1辆车。2018年房价又迎来了一波高潮，小郑信心满满，觉得房子是个十分稳定的投资渠道，于是又贷款买了1套。刚买没多久，房价又有下降趋势，小郑害怕亏钱，就把房子挂出去准备卖掉，但因为价格太高，无人问津。这2年，小郑因为业绩直线下降，已经还不起贷款了，自己那套房子的挂牌价格也是一降再降，依然卖不出去。苦闷的他觉得前路艰难，约上几位朋友喝点小酒，想诉诉苦，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人把他的车收走，腾点交房贷的钱出来。结果朋友们见面一聊上，才发现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情况。大家前几年努力挣下的钱，一下子就因为家里最大资产的缩水，消失不见了。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小郑的苦闷随着大家的吐槽，一下子缓解了很多，甚至还聊起了未来到底什么最值钱的话题。其中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同学说，其实以往大家认知内觉得值钱的东西都是虚的，什么奢侈品、房子、车子，最后都会纯粹变为消费品。唯有4样东西，在未来才会成为真正最贵的消费品。小郑和同学们听同学分析一番，觉得十分有道理，纷纷赞他内行。你知道未来哪些东西最值钱吗？1. 安全无害的食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身边就一直在出现食品安全的新闻。比如2005年有名的孔雀石绿，这种会对人体有极大危害的兽药出现在多种海鲜体内的报道。2006年，经央视调查出一种添加了苏丹红的鸭蛋正在市面上以红蛋黄的噱头大肆售卖。2008年，一位婴儿确诊了肾结石，随后陆续有10多名婴儿患上了相关疾病，而这些婴儿的共同经历都是喝了3鹿奶粉。到2009年，已经有至少30万余儿童因为喝了含3聚氰胺的奶粉后患上不同程度的疾病。从2005年开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用白色皮革粉末制造出来的皮革奶问世。2010年被记者暗访曝光出来的大小餐馆大量使用地沟油的新闻依然历历在目。这之后的瘦肉精事件、塑化剂事件、工业明胶事件、甜蜜素鸭舌事件、硫磺生姜事件，食品安全问题永远存在，永远触目惊心，屡禁不止。这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各种因为饮食问题出现的疾病越来越多，让人们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程度。食品从种植或是喂养开始到加工出售的过程都实现公开透明，或许才是未来真正能够让人放心的发展方向。而这样公开透明的方式，必然会打破现在很多平台商家将过期、脏乱、变质或是边角料以低价占领市场的格局，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更注重健康，并愿意为这些或许会价高但安全的食品而买单。2. 优质的睡眠。近来，睡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首要困难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失眠，大部分面对的失眠问题大概就是明明很想睡觉却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总会轻易的醒来，醒来后便无法继续维持睡眠，或是总在很早的时间就醒来。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日常学习或是工作所遭受到的压力过大，导致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无法休息。还有很多人会在睡前玩手机，手机上 APP 众多，资讯更是复杂，这些信息会不间断地进入人的大脑，而大脑神经因为需要接受太多资讯，必须要保持极为兴奋的状态，如果睡前一直刷手机，那大脑就会很长时间无法冷静下来，且手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散发出来的光线还会影响体内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一旦分泌不足，失眠就会随之而来。失眠导致的不良后果很多，比如白天会感觉疲劳或是精神萎靡，注意力缺失、情绪暴躁以及记忆力下降等。
如果长期失眠，还可能会引起抑郁等精神疾病，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状况，比如免疫力下降、易感冒生病等。如果长期失眠的是老年人，那还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大脑的退行性病变，引发更为严重的老年性疾病。一旦患上失眠，想要治疗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最常见的治疗手段是心理治疗，辅以药物治疗，但这样的治疗方式或许只能达到短期效果，一旦患者遇到某些突发事件，很可能又会重新陷入失眠困局。受社会环境影响，未来几年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失眠问题或许还会被更多人遇上。想要拥有一个良好质量的睡眠，也会逐渐变成奢侈的事情，所以未来想要为此买单的人也会越来越多。3. 绿色的环境资源。环境污染导致生活质量恶化，已经是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大家需要共同面对的严重课题。自然环境污染一般来说分为2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环境被破坏后引起的，比如地震、海啸或是地表中的放射性物质引起。这类原因造成的环境问题，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预防和解决办法。另外一种就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比如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的各种物理和化学污染物过多，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或是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时候，出现了过分开采等情况，导致环境无法承载破坏，呈现出枯竭荒芜现象。除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之外，近来还有噪音污染等其他生活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还有固体垃圾的大量投放、土地荒漠化、森林覆盖率减少、海洋污染以及水资源污染等。尤其是水资源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自来水中有害物质大量超标，甚至变成黄颜色的等事件层出不穷。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质量以及水资源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基本生存环境。未来社会需要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会持续，这些资源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也会变得越来越珍贵了。4. 优越的养老服务。多年前开始，很多发达国家就开始进入人口增长缓慢的时代，整个社会不得不步入老龄化阶段。而我们国家近几年并不乐观的出生率，也在预示着老龄化问题即将席卷每个人的家庭。一旦老龄化逐渐严重，养老问题便是整个社会乃至个人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这一点，想必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身边看到或感受到。比如，很多农村会有一整个村的留守老人，子女作为为他们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却必须首先要完成自己的生计等问题，两相权衡，实在是困难。还有一些失独老人、丁克老人们，没有子女作为后盾，年老后生病吃药，甚至吃饭自理生活，都会变成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社会还没办法提供更为优质的解决方案，所以大部分养老依然只能依靠个人。现实是，部分老人甚至连当下的生存都出现问题，根本没有多余的积蓄或是保障去应对未来更老状态下的境况。部分老人或许有足够的养老积蓄或是优越的保障，可以选择去比较好的养老机构，而现存的各种养老机构大多都只能提供基本的养老功能，是没办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养老需求的。更何况，养老机构能给老人提供的服务或许很多，却难以从情感上，尤其是亲情上去提供足够的帮助。所以未来能够提供更优质和更细致养老服务的机构，比如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就是形势所趋，而这类服务受众群体广泛，甚至会成为刚需，必然就是未来最昂贵的商品之一了。结语：前面20年，老百姓心目中最值钱也最保值的资产非房子莫属，很多家庭甚至会举全家之力来购买一套房子，这是因为多年来房地产市场一直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房价也一直上涨，这样的现象给了大家很强的安全感。但近几年，房子却成为很多人手里最烫手的山芋，大家也意识到了房产早就已经不再是最贵的消费品了，因为相比起房子、车子这些东西来说，健康才是人活着的根本需求。为健康买单，明显比为房子、车子买单重要多了。
所以未来跟健康有关的安全的食品、优质的睡眠、良好的环境以及无忧的养老服务才是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些被越来越需求的商品肯定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越来越贵。